老架一路闪通背，接上式斜行，闪通背，松合左胯，右手领掌，左手勾手变掌，左逆右顺，领掌外蓬于左膝上方。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合右胯扣左脚脚尖，收步，右斜下方膨胀，重心右腿。好，身法右转，左手上穿，右手放松顺闪下沉。合左胯，小肚左转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重心右腿合左胯。右手上穿，左手放松下沉，松右胯，右逆左顺。左手合于左膝上方，身法继续右转，领左膝，右手画弧领手，膨掌提膝，翻掌开步。当走后弧，螺旋，左手变勾手，顺势上穿右手，放松相合下沉定式。好，侧面斜行变闪通背。好，一领手相合，二当走后弧下捋，重心右移，三合右胯扣左脚，收步右斜下方外蓬，左手上穿，右手下沉，合左胯，重心右腿，翻蓬左掌合右掌，右上左下，松胯领膝，开步螺旋穿掌，翻掌外蓬。当走后弧，螺旋对拉，穿掌放松，相扯下沉。好，收。闪通背呢，又是一个咱们重复的动作。在这个动作当中，有很多同学在练习的时候，尤其是对白舌吐信的位置还是比较陌生，所以这一节课它重复，但是在这个位置呢，需要教大家一些新的小技巧。就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右手在穿掌的这个方向，以及我们在转化身法的左右螺旋。首先闪通背斜行在变式的过程当中，有很多同学在领手的螺旋上面总会出现这种以肘关节打圆的问题。那么在第一次讲到闪通背的时候，已经跟大家强调过了，不要通过我们的肘关节去画力圆，而是要通过以身带手的方式，让劲力从左胯，通过放松，顺势领手相合，用身体中线的螺旋来带动两手产生力圆的变化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大家不要急着去打圆去接手，而是要先让中线发生向左的一个松沉相合，自动让身体的带动下，领手摆掌外蓬，以当走后弧的引动，找到两手的下捋身法。那到右侧身法螺旋拨掌的时候，有很多同学喜欢这样，一接手蹬左腿，重心上蓬，把右手的高度蓬在了与右侧太阳穴上方齐平的高度。这个地方呢，咱们不是说吗？闪通背又通三通背，这个是闪通三啊，这个字儿，所以我们得想想这三次让别人闪空通过咱的后背。那第一闪，如果我们接完手之后直接站起来，那你的左肩还会不会产生一个向右侧螺旋让肩的身法？不会了。那么我们你看，从在右胯螺旋的时候，这边一接手，当走后弧一下捋一相合，你看合右胯的过程里，左脚一点地，右下方膨胀，所以左肩能够通过身法的螺旋下沉，把左肩让出去，不要去让身法往上去顶。你顶中线不发生向右的螺旋，那你左肩上面的劲儿就顶出去了，不会再有让空的这个身法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当我们产生身法螺旋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们的闪通背的右腿，因为我们的腿部基本功如果比较差的话，会有同学习惯性的在转换两手的过程当中
将重心转化到左腿，再松左胯，然后再转化回右腿，形成身体的前仰后合的情况。咱们直播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过，如果想要让身法上在螺旋当中出现劲力，并且让它非常通顺的情况下，一定得有什么？一定得先让中线保持中正。那如果我们在倒换重心的时候，倒换身法螺旋的时候，重心的前移，重心的后仰，你整个重心在来回摆动，带动中线左摇右晃，你的螺旋还会不会出来劲儿了？不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位置呢，保持重心的稳定，带动咱两胯的相合。所以这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明显感觉到右腿的压力非常大，很累。所以呢，这里呢不要去着急说老师我右腿特别累，是不是练错了？不是，因为拳术当中它就是有时候会突出一条腿的支撑和这种稳定性啊，你反而右腿累还算是做对了，知道了吧？好，那当我们旋到最后一个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去着急，因为有些老师喜欢把手合到这儿之后，下压上提，身法是一个中正的身法，并且随着下压上提的过程当中，整个身体还会向上去起身，这个地方是不对的啊，不要去着急往上起身，它是一个螺旋领手抬腿的动作。所以当我们身法转到最右侧的一个膨胀的这个螺旋里面，左手与左膝相合，反而是要松合右胯，让身法继续右转。你看从正方向看到，你只能看到有一个侧身，是不是？右胯继续松转螺旋的时候，身法会怎么样？逢转必沉。所以左手的上领领动左膝，身法右转，中线向右螺旋，身体会形成一个让肩让身的身法动作，正好把第三闪也闪出去。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右手，在我们螺旋的时候，右手也不是直线的向下去压，而是在左手捧上去的同时呢，右胯在松转螺旋的过程当中，随身法转动，右手走后弧螺旋而不是直线啊，后弧螺旋，随身体的转和带引动右手，以肩带肘，以肘领手，螺旋放松，下压相合。那螺旋的过程里面，是不是既能够通过身体的带动把右手带下去，又以咱们的当胯像一个跷跷板一样，把左腿也给顺势带起来？这时候你再去开步做这个白蛇吐信，这个动作就好做多了。当然拳谱当中没有这个动作名称，这是咱们以前叫过的这个名字。所以到这儿以后，好，看好，那右胯正好松合到位，你看逢转必沉，开步必须先松沉螺旋。咱们提完腿，承接上势，引出下势，右胯一松，顺势对拉螺旋开步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右手合在自己的腰胯间，左手立掌合在身前中线。注意看最后一个点，为啥要跟大家再去强调一下白蛇吐信的动作？因为有很多同学在穿掌的时候，随着中线的螺旋在转动的过程当中，喜欢让手在中线的右侧形成一个与肩齐平的穿掌。这个时候咱们常说了，不要往这儿去跑，你往这儿去跑，你中线还像蛇吐信子不像了，没法去进行粘连连随去以身引手的这个带动了。所以翻完掌之后不要着急，移动重心，找出来这个胳膊的像那种蛇一样的粘性，钻出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位置它有一种看到腰裆在左螺旋的时候带动右手，就像一个小中间的齿轮一样，推动你的右手这个杠杆慢慢向前去运送。所以右手的力量是从腰裆胯在螺旋的时候顺势向前向上而穿出。但很多同学合到这儿以后，右手胳膊这儿它是完全架空的，你再去穿掌，你用上腰上的劲儿，它需要去弥补这个空出来的距离，所以你又得去产生相合，所以胳膊会产生一个啥？晃肩，不要晃，合到腰胯间，当走后弧，先去松右胯的时候，把这个劲儿合在自己身上，随后再产生腰裆螺旋，身法转动，带动上穿，
哎，让腰上的力能够通过螺旋，哎，沿着自己的手臂顺势向上穿蓬螺旋，形成白蛇吐信的身法。穿的方向一定要沿着中线去走啊，沿着中线去走。白蛇吐信，白蛇吐信，蛇吐信子的时候不是从嘴巴里吐的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不要从自己的耳朵旁边出来，那蛇嘴巴不长耳朵上，所以咱长到身前中线，知道了吧？这是咱们白蛇吐信的动作。所以为啥这节课要跟大家单独再拎出来说一下？因为很多同学做这个闪通背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完课程课件，他给我发的作业，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所以第二次咱们再去强调一下，到重复动作的时候，大家要查漏补缺啊，反而说越到后面，感觉自己学会好多东西了，越是不能掉以轻心啊，这是咱们的闪通背。